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中华史略，这是一个致力于客观、全面、深入探讨中国历史人物的频道。我们坚持独立思考，勇于探究历史人物的优点和缺点。我们认为历史不应该被扭曲或被简单的肯定或否定，每个历史人物都有其独特的贡献和缺陷。因此，我们采用多样的视角，全面、丰富地呈现历史人物的生平和事迹，尊重历史真相，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，为您呈现一段全新的历史旅程。下面我们进入正题。其实，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被遗忘在了历史的角落，那么让其穿上神衣，走上圣坛，又是何力推动？能掐会算，上懂天文，下知地理，机智卓绝的诸葛亮简直是《三国演义》中神一般的人物。他的出山成为时势的转折点，他的神机妙算推动着时局的发展。没有了诸葛亮，三国简直少了一种颜色和味道。但是正史中以上都不对，都是后人依据自己喜好标准给诸葛亮凭空加上了神的外衣，让他登上了圣贤之坛。真实的诸葛亮又是怎样一个人呢？下面我们就为您带来一个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。琅琊诸葛氏是当时最重要的家族之一，诸葛亮的祖上诸葛丰是汉朝司隶校尉，相当于现今的北京军区总司令，地位颇高。父亲曾出任过泰山都城，相当于现今的省长秘书。叔叔诸葛玄也是官场之人，官位相当于现今的市长级别，后来失去官职，投奔了好友刘表。诸葛亮从小父母早亡，兄弟3人和2个姐姐都被叔叔带大，由叔叔做主。诸葛亮的大姐嫁给了荆州豪族蒯氏的蒯齐，二姐嫁给了荆州高氏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。蒯家和庞家都是荆州有势力的大家族，也是刘表依靠的2个家族。诸葛亮娶了黄月英，黄月英是出了名的丑，但他的家族背景更是厉害。父亲黄承彦是远近闻名的名士，母亲是荆州名门望族蔡家的小姐，舅舅蔡瑁是刘表最信任的大将，小姨是荆州牧刘表的后妻。诸葛亮与这几大家族都有亲戚关系，进入荆州官场不过是举手之劳，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，因为当官不是他的选择，像管仲、乐毅一样有一番作为才是他的人生理想。刘备3顾茅庐也是冲此而来，除了诸葛亮的学识外，势力庞大深厚的背景也是重要原因之一。初时，诸葛亮只是一个刚出道的谋士，在著名的赤壁之战中根本没有叱咤风云的资本和机会。真实的赤壁之战是在东吴都督周瑜的统筹指挥下大获全胜的。诸葛亮的任务仅仅是到东吴游说孙权与刘备联合抗曹，但是他辩才卓越，任务完成的非常圆满出色，直接促成了孙刘联盟。这也是他在赤壁之战中唯一的作为和功劳。诸葛亮因游说有功，被提拔为军师中郎将，品级不高，远不及关羽、张飞，只是负责零陵、贵阳、长沙3郡的后勤工作，和周瑜根本就构不成竞争关系，气死周瑜更是无稽之谈。诸葛亮追随刘备后，一直从事军队后方物资调配工作，没有参与前方战争指挥。后来进军西蜀虽然是诸葛亮的规划，但是具体执行任务的却是军师庞统。诸葛亮在后方仍是协调粮草，保障军需，他的地位也是一步一步扎实走出来的。直到进驻西蜀之后，才被封为军师将军，但主要职责仍是军内行政。至关存亡的汉中之战中，刘备带在身边的军师是法正而非诸葛亮，诸葛亮负责留守成都，处理后方政事。因为刘备深知诸葛亮不善机变，善内政，辅佐刘禅时，诸葛亮的理政才能得到充分发挥，危机中的西蜀渐渐呈现一派中兴之势。诸葛亮的军事作为体现在数次北伐中有败有胜，最终病死在北伐的路上，虽然未获全胜，但也无大的损失。通过北伐可见，诸葛亮有一定的军事才能，但绝非小说中那么神乎其神。
三国志》中陈寿如此评价诸葛亮的北伐：连年动众，未能成功，应变将略非其所长。从有才之人走上神圣之坛，推动诸葛亮角色完美转换的是唐人和宋人。唐朝时，科举制度让每个读书人都有了建功立业的渠道，文人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有待勃发。于是精忠报国、鞠躬尽瘁的诸葛亮就成了他们寄予抱负与渴望的对象。各类赞美诸葛亮的诗歌层出不穷，诸葛亮的正面形象由此不可撼动。到了宋代，市民文化逐渐繁荣，三国话题通过民间艺术走入寻常百姓之中。蜀汉故事恰恰迎合了当时人们在家靠父母、出门靠朋友的兄弟义气之风，代表汉室正统，又处于弱势地位，深得百姓同情。渐渐的，蜀汉成了正义的化身，其人物也成了三国的主角。民间艺人们更是迎合大众的喜欢，对蜀汉人物进行取舍改编。诸葛亮也逐渐被民间艺术推向神坛。集大成者的《三国演义》延续了民间艺术对诸葛亮的形象定位，不是罗贯中有意为之，而是广大民众对三国的艺术需求。说白了，就是不这样写，就没人看。其实，真实的诸葛亮也很伟大，是位有智慧的谋士，尤其是外交才能非常突出，善理内政，军事上也有一定的才能。临危受命，忠心耿耿，鞠躬尽瘁，一生为理想而奋斗不懈，值得后人敬仰。但是，诸葛亮绝非一出场就神一般存在的人物，而是一步一个台阶链发展的。《三国演义》真正忽视的是诸葛亮不懈的践行精神。但是我们这里要专门讲一下，诸葛亮在西蜀主政时，百姓因连年战争所遭受的苦难，这是一个客观事实。诸葛亮时代，西蜀是典型的战时经济体制，它的特点是一切服务于前线，一切都为了战争，民众的疾苦生死基本无暇顾及，蜀国人口急骤下降。有关记载只字不提民众遭受的战争苦难。应该承认，诸葛亮是一位颇有智谋与成就的历史人物。27岁时的隆中对一见一斑，此后在辅佐刘备建立蜀国的过程中，也时有出彩的计谋或过人的胆略。然而从三国历史的大局来看，蜀汉是一个战败之国，许多战略上的失误与战术上的败笔，也都与诸葛亮有关。如关羽大意失荆州，不但是关羽的责任，同时也是掌握全局的诸葛亮几乎不作为的结果。再有刘备死后，诸葛亮对蜀国的经营也存在许多问题，如人才的储备、国力的提升等方面，都捉襟见肘，自以为是。尤其是缺乏群策群力的谋略，往往一意孤行，对大将魏延抱有成见，甚至后主刘禅都不能左右其意见，乃至蜀国最终灭亡。然而从《三国志》到《三国演义》，有太多的人在为诸葛亮的形象工程涂脂抹粉，推崇备至，乃至将其塑造得近乎完美，从神话发展到妖化，杜撰出借东风、空城计之类的传奇故事，而使历史越来越离谱。问题在于中国文化塑造出这样一个官员高大形象，其原因与目的何在？诸葛亮之所以能登上神坛，首先要归功于其本人对君主忠贞的品质，在完全可以取而代之状况下，依然能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刘备永安宫托孤时曾明确表示，君才10倍曹丕，必能安国，终定大事。若四子可辅，辅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。虽然此言一语双关，是给诸葛亮一个提醒，让其取代刘禅并不是刘备本意，如若不然，同时托孤李严又是何意？至于李严与诸葛亮的政治关系，我们会有一期节目专门讨论这个话题。刘备的这个诏书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。虽然让诸葛亮取代刘禅不是刘备本意，但如果诸葛亮不惜背上千古骂名，也是可以名正言顺地取刘禅地位而代之。刘备死后，诸葛亮集军政才文大权于一身，达9年之久，
然而他却从来不存此邪念，而依然忠心耿耿。与同时代人曹丕、司马炎诸人握有军政大权后最终篡位相比，似有天壤之别。曹操、司马懿、司马昭等人虽没有篡位，但逼宫、杀士及宫廷政变的一系列行为，也使诸葛亮颇为忠贞的一生品行之魅力更相得益彰。加上其贤相、廉吏两者兼有的身份，其官奴人格完全符合最高统治者与制度文化的需要，是使统治保持稳定的支撑点，是缓和社会各种矛盾的润滑剂。总之，中国古代这样的官员十分罕见而难能可贵。在忠贞标准上，诸葛亮的家人与子孙亦无瑕疵。其子诸葛瞻虽不具将帅才华，没能利用有利地势抵御魏军的进攻，致使魏军邓艾部长驱直入，但他继承了其父的忠贞衣钵，拒绝了邓艾表封琅琊王等高官厚禄的引诱，斩了来使，以示决绝，并为蜀国战死于绵竹，壮烈成人而不辱先父名节。其孙诸葛尚也同样乃持父魏军而死，又为祖父忠贞名节锦上添花，有如是不二忠臣及后代。后世统治者与文化人当然要大加推崇。诸葛亮虽成为统治阶级与传统文化标榜推崇的一面旗帜，但认真考察一下诸葛亮统治下的蜀国，许多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。一是庞大的国家机器与民众的沉重负担，只有90多万人口的蜀国，官吏竟达4万多，军队更在15万以上，平均27人养一个官，并负担近5个士兵。民众不但供养着这庞大的国家机器，而且青壮年主要在前线军队、后方生产第一线的，已大多为妇孺老幼。庞大的国家机器成为悬在民众头上的利剑。二是对民众的严密控制，用严刑峻法统治。据《蜀记·尹郭冲武士》，诸葛亮认为刘璋治蜀时刑法太轻，导致蜀人忘了君臣之道，所以他要威之以法，法行则之恩，限之以爵，爵加则之荣，荣恩并济，上下有节。其目的在维护君臣之道，维护统治的稳定。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第5，所谓行政虽峻而无怨者，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民也。虽说其德行兼用而民无怨，然终掩盖不了严刑峻法的事实。诸葛亮的计谋一生，最为人们津津乐道，认为他足智多谋，天下无双。然而很少有人去思考一下，其计谋的用意与目的何在。因为诸葛亮的锦囊妙计，人间往往会多洒下一居居悲惨眼泪，国家常常又多了一片片的焦土。除了用人民的血肉给军阀们整合其势力范围，其锦囊妙计又有多少价值？为什么人们要崇拜整天用谋略去算计别人，去互相残杀，去争权夺地，去火烧，去水淹？连诸葛亮自己都说，吾虽有功于社稷，必损受矣。诸葛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呢？问题就在于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，浮尸千万，血流成河，同时对环境、文化的破坏，这些诸葛亮心中都是清楚的，后人倒似乎亦无感觉。当然，有人会说这是时代使然，不必苛责个人。问题是后人为什么还要如此崇拜这些战争杀人的计谋？最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深受其害，甚至被当作炮灰的平民百姓，却自觉自愿地在赞美、推崇这些以计谋取胜的统治者。这是一个民族的病态，还是一种文化的堕落？最后感谢您的收看，欢迎订阅本频道，并在留言区留下您的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